好，接下来看看中东战事了，这个是真的是越来越离谱。看到这个新闻的发展，真的觉得不可思议。以色列攻击哪里？攻击黎巴嫩的南部市政大楼。本来之前都是攻击真主党，不是吗？有真主党所在的地方，这一次直接打市政大楼，里头有谁在？市长，还有其他几个官员，16死50伤。当地超过了50人受伤。这个大楼里头呢，他们正在干嘛？开会，因应各种救灾救难的措施，就是被你以色列打得到处都是这个断垣残壁，要去救人。就正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居然就去攻击了人家在开会的时候炸了黎巴嫩的市政大楼，所以再也不是只是针对真主党而已，而是对于黎巴嫩的整个国家开战了吗？那外媒也曝光说，在戈兰高地这里发现了大规模的扫雷的行动，以色列的军队，所以这个陆上的行动看起来也要更扩大了吗？而真主党呢的秘密海军是不是存在哦？这个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在这个报道里头说，有一个危险的参与者，真主党现在还没有真的挂掉，没有灭，它有一支正常运作的海军部队，拥有反舰飞弹潜在的海军弹道飞弹，而且其实它还有仅存2个领袖还活着哦，他们还可以指挥先进的导弹跟雷达，有一些胡塞武装组织有类似的这个装备，所以还是有面临秘密海军被威胁的以色列吗？所以美国才要继续帮助以色列，说还有威胁嘛？萨德导弹已经抵达了以色列。这第2套呢，就是帮胡塞组织说要来以高超音速导弹来攻击以色列的。那这一批导弹到，当然就可以帮助以色列去面对这个以色列的防空网络，还有美国的 B-2 轰炸机攻击了也门哦。攻击也门的动作代表什么？跟支持胡塞武装的攻击也门是为了伊朗在支持胡塞武装组织的恐吓吗？这个隐形轰炸机的目标攻击的地方是哪里？隐形战机攻击的是军事设备，所以这个武器储存的设施这个地方也代表美方真的是对以色列全面的支持，不管他杀的是谁，杀的是市政府的市长，杀的是平民，杀的是儿童，美军依然全方位的支持吗？以色列说报复伊朗的时机定了，怎么报复？报复到哪里？规模是什么？美国媒体报道，纳坦雅胡已经批准对伊朗进行报复性打击的目标。那反击的目标是什么呢？ CNN 说，复仇伊朗计划，这个计划的 project 的名称叫复仇伊朗，已经就绪，准备在11月5号美国大选前开轰。那大选前开轰的影响会是什么？大家抓了蛋，但是要缓解中东紧张，伊朗外长很认真，这12年来首次访问了埃及，而其实过去这个礼拜密集，他走了哪些地方？黎巴嫩、叙利亚、沙烏地阿拉伯、卡达、伊拉克、阿曼。显然其实他并没有想真的要开打，但问题是现在以色列已经喊了复仇伊朗势在必行，所以伊朗怎么接招呢？还有埃及说受到了各种压力吗？美国、以色列、哈马斯3方都信任的情报局局长被撤换了。这个人呢，不管是在停火或人质谈判都有重要的功能，把他换掉的意义又是什么？而伊朗外长说，伊美之间，那不是昨天还说什么阿曼本来要沟通的管道不需要跟美国沟通，但现在外长又说瑞士驻德黑兰大使馆是伊朗跟美国交换信息的官方渠道，还是需要啦，还是有这个管道可以继续运用。那波湾国家这一次中东的首次欧盟峰会施压，那么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哟，但有没有用呢？欧盟如今这个困局是什么？波湾国家有石油很重要的命脉在这里，双方尤其人权议题没有办法跟美国一样同样的视之不理吗？那甚至英国首相公开在议会答询的时候表示，有2位以色列的官员部长是令人作呕的，因为像这位吉尔，一个是国安人员的首长他是说这个称阿拉伯裔的议员叫做恐怖分子代言人、恐怖分子家庭。那另外一位则是说要直接把以色列国土大以色列计划更扩大，现在想不管约旦哪里伊朗都想要扩大成为他们的国土，所以加萨停火谈判现在只能说是鬼打墙已经停了1个月啦。美国甚至也要求以色列证明有一个计划叫做将军计划，也就是要把这个黎巴嫩以北这个地方的人或者是所有的资源物资全部停，让这个地方的人通通饿死，那断绝所有的外援，那甚至人道援助，这样子来取得他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吗？美国要他证明，
但有没有用会证明吗？我看以色列现在对于美国的要求也通常置之不理。亮哥，你看看，连指挥系统要支援救灾的市政大楼都被炸了。对，因为那个就已经是属于黎巴嫩了，那个不是真主党哦。那如果你连黎巴嫩都惹到了啊，坦白讲，他现在已经都无所谓了，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既然已经违反国际法啊。纳坦雅胡也变成国际刑事法院的追缉名单，然后也下令把联合国秘书长当作不受欢迎人物，好像就无所谓了，反正已经够黑了，这样就黑到底，硬干到底，黑到底就是能够抢到多少土地算多少嘛，所以我认为，而且刚好也是美国选举的最后2、3个礼拜了啊，坦白讲，他这些动作啦，包括去炸到黎巴嫩的啊。然后包括在北加沙要把人家驱走啊，他真的下令了，他是真的，我看过很多报道。那北加沙那边本来有120万人，那炸了之后基本上已经全毁了，只剩下30万人。那30万人都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啊，都住在那个人家帮他盖的帐篷啊。那以色列要求他在几个礼拜内要全部离开。他说：“你不离开，我就不再发食物跟水，饿死你们！要在北加沙改成军管啊，因为他认为北加沙藏有5000个哈马斯，30万人里面有5000个哈马斯啊，那以色列抓不到，然后他就说啊，只有这一招可以逼他们把那个101个人质交出来，就以色列的人质，所以这已经到了最后摊牌阶段了啦。”那以色列事实上，我讲白了，他就要占领人家的领土，然后这个 Gaza City 啊，他不是被全毁吗？以色列的屯垦者又要搬进来了，都比照约旦河西岸，到时候又是种族隔离政策，搞什么 A、B、C 3区来做管理。那以色列屯垦者就住在 Gaza City， 然后外面再弄个缓冲区，他就准备这样干了。黎南也是这样。他把黎巴嫩那个在那个铁打尼河、亚达尼河以南的人全部赶走，20万人，然后他重兵要进去，他的所讲的也是缓冲区，可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这样，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要占领那个河的流域啊，那条河是黎巴嫩最长的河，提供黎巴嫩30%的水。以色列目前啊，因为以色列本土是非常干旱的，它的水源有一半都是抢来的啦，戈兰高地啦，约旦河西岸啦，西奈半岛本来也是，那现在又要抢黎南，就别人的地方都比你有水啦，这个叫水资源的战争啊，然后是他的以色列的屯垦者扩张领土，就是表面上是在抓恐怖分子，实质上是自己在扩张领土。扩大屯垦者的占领面积，大以色列计划就是大以色列的扩张运动，所以已经有人把这一次的战争叫做第2次独立战争了，就是要扩大领土嘛，尤其是黎巴嫩那一边啊，然后北加沙他真的干了，那个时候就有人怀疑啊，说他就是想把北加沙吃下来，现在证明是真的嘛，所以我觉得原来啊，从扩张领土的角度。去理解以色列这次的战争啊，证明他们的远见都是正确的啦。那他既然要这样打，一定违反国际法啊！你怎么可以占领人家的领土嘞？他就是个侵略者，所以他就造成既定事实再说嘛。我跟你讲，这个使得美国要帮他辩护非常的困难。那俄罗斯打顿巴斯算什么？你为什么说俄罗斯侵略？那以色列这个不叫侵略？说不定这个以色列屠杀的人数还更可观。委员怎么看？这样子啊，这个，我们现在来看以色列这个，刚刚我们讲说韩国那个草大概站不起来，但是这里是难收拾，停不下来，已经难收拾了。我这个比俄乌战争更难收拾，更难收拾，因为背后的国际势力，那边是国际势力掌握者，这边是国际势力正在介入者。没有以色列没有美国的支持，他能嚣张这个样子吗？我再请问，什么时候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公然的对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进行恐吓，
把坦克开进营区，赶快滚离开。随口。然后呢，假若联合国因此提出了谴责以色列的决议，通过吧，绝对通过不了，因为有个美国会投否决票，对吧？这是以色列嚣张的地方。美国投这个否决票，它有没有道德的正当性？绝对没有。但是它有权利的必要性。这就是今天整个的以色列的危机嘛。那犹太人在二战被屠杀，所留下在人类大家对犹太人的同情跟支持，经过这一次的中东战争已经消失殆尽。我不认为谁现在还有底气为以色列来讲话。各位，那以色列多嚣张，他那一种被迫害的这种正当性啊，嚣张到什么程度？我记得很清，在台湾就发生。我们几个台湾的学生孩子去穿那个纳粹军装，带个那个万字啊，然后就被以色列的驻台代表抗议，我们的政府还得出来怎么样子收拾，吓得要命，对吧？就出来收拾。你想想看，多嚣张啊！那小孩子的 cosplay 算什么呢？但是在他讲来，看不顺眼就不得了。这怎么可以在台湾出现的这样子这个纳粹的形象的东西？那他就可以嚣张。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哎呀，对，他们当年是被迫害的、被屠杀的多可怜。好，同情他们，然后对，所以他们就以为拥有了可以在世界上为所欲为的正当性，加上了美国，加上了西方的媒体，加上了犹太的资本，犹太所掌握的媒体，他们掌握了一切的正当性。所有的话，他们说的对。所有的你可以看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美国是好人，以色列是被迫害的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也好，所有的这些伊斯兰教都是什么恐怖分子。八大营业老板都是犹太人，就是这样，就是如此嘛，八大都犹太人嘛，这样子的一个所塑造出来的世界，我认为大家慢慢在觉醒。再过来，美国过去所高持的那个正义的标，你就看得出来，在俄乌战争，他高级的侵略人家的国土，我呢是正义的天使的代言人。可是呢，在这个整个的中东地区，你是什么？你是魔鬼的代言人呐、一个是正义的化身的代言人，天天哇华相庄严；一方面呢、丑陋不堪的魔鬼代言人。所以这一场战争暂时还收拾不了，暂时还结束不了，还会继续的扩大下去，因为美国不松手。而且趁着美国大选之前，以色列的动作是一波接一波。其实不是也是给美国难看吗？不会影响美国选情吗？苑老师，我上个礼拜跟一个犹太人在一起做节目啊，然后还蛮有名的嘛哈，就是我跟那个犹太人做节目的时候呢，他表明了一个立场啊，就是犹太人是横了心啊，他就不考虑后果了，尤其是不考虑美国有什么态度，因为他已经认定美国会支持他。我觉得刚刚这里面报道有2个消息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的话呢，伊朗的外交部长的话来联络中东所有的国家。这个以色列本身来讲啊，他其实多多少少就打了几次中东战争的话，都是快战快决，速战速决啦。就是6日战争、10日战争、7日战争的话，它主要目的，因为这个国家不大嘛，人也不多嘛，它长期消耗也受不了。现在已经打了超过1年的话，那么他们中东的国家的策略，我在想啊，就是把它拖住了。就是把以色列拖住，所以这个战争的话，就以色列想结束也不可能结束了啊，就是变成拖住，就这样。消耗战，就是基本上都让以色列消耗，看你能消耗到哪里。我跟你讲，再拖到最后，穿拖鞋的在消耗它，不是穿拖鞋。我等一下第2段讲哈，就是 B2 轰炸机去打这个胡塞武装啊，就也门的胡塞武装啊，这个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个轰炸机去炸那个拖鞋发飞弹的部队。啊，我跟你讲哈，那个也门是什么情况？那个胡塞的话呢，基本上已经全部打烂。他们阅兵的时候，不是缺腿的就缺手的，一个手拿着枪，都打到这种地步，不活了，跟你拼到底了。那你美国现在针对于这种人的话，还要去炸他的部队，说他武器藏在长安都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不活，现在越杀越多啊。整个中东只做一件事的，妈妈拼命生小孩了，一直跟你拼到底啊。小的时候是巴勒斯坦人，长大就是哈马斯，就是真主党，就搞成这个样子了。那你说现在以色列的话呢，面对这个人伦的悲剧，大家的话之前我跟你讲，我的书都白读了，我讲了一大堆什么人道主义关怀啊，什么国际法、永久和平，真的是搞不清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平常认识一些美国人，从来大家都不谈这种以色列的问题啊，就是犹太人自己也不谈这种问题。你要谈，他就是
强调以色列立场。现在以色列的想法就是要维持大以色列啊，反正我跟你讲啊，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包含戈兰高地，尤其是西奈走廊是跟埃及签了，所以埃及都不敢动嘛，对不对？所有的话呢，以色列只要占领区域，它不会还的了。就这么简单，这个计划就是拿来当缓冲区。原来觉得30公里不够，现在打成60公里，算一算，它差不多了。所以以色列可能要扩大2、3倍，它才会停。那怎么可能停下来呢？所以现在你看的这个国家当中，我都念不下来了。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他们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兄弟一直在被杀啊。那这个怎么谈呢？所以说，目前现在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以色列也杀回了。我觉得最倒霉是黎巴嫩这个国家。黎巴嫩这个国家本来是很羡慕的，贝鲁特叫小巴黎。这个世界上我最理想就是这个城市里面每个人都会讲法文、讲英文跟讲阿拉伯文啊，就是说能够赚钱的3种语文他们都有。现在好了，把它打成这个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啊。那么这个实在是我看了黎巴嫩大概也完蛋了，大概因为它不大嘛，它1万多平方公里，那以色列这样子干下去的话还得了啊？你看也算也知道嘛。然后我们现在没有听到黎巴嫩人敢说什么东西啊。黎巴嫩人本来对真主党印象不错的，你知道吗？是好，如果这样的情况，世界的战火，中东火药库真的是打得没完没了，炸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伊朗看起来是求救讯号。然后呢，南北韩再回头来谈，北韩这一次做的事情是炸毁两韩公铁路之后还修宪喽，他把南韩列为敌国，所以要不要像赖清德要不要修民党党章的概念一样，最高人民会议放弃两韩统一的目标，直接把这个两韩统一这件事情修宪了，视为敌对国家。那所以这一次叫做挑衅不可避免的合法行动，完全封闭包括铁路、公路的连结，封闭炸掉。永久的要塞化。南韩花了42亿建造的南韩，42亿耶！本来南北韩希望还是要有我看到好多的影片、电影都是各种阴谋论，要破坏统一的可能性只要有统一的可能，就会发生恐怖攻击。统一的希望金义县毁了，因为这里被视为南韩关系的温度计。关系好的时候，哇，就交流很频繁；关系不好呢，就封锁中断，像文在寅也曾经想借交通合作吸引北韩能够开放那结果呢？朝鲜半岛这么紧张，北韩不是大内宣2天有140万报名参军赴队嘛？北韩切断联系之后，南韩继续搏火被这个南韩的担心竞争的下个目标被称为北韩火药库的西海北方这个界限。不排除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低强度，甚至有全面武装挑衅的可能。南韩国防部长是很紧张的，他公开的表达加强边界地区防御措施，准备应对任何进一步的挑衅，对不对？是不是一样有这样子的措施？可是我们的国防单位的回应真的很不一样，他要跟美国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北韩的威胁因这个北韩不停的有越线的挑衅，美日韩11国成立联合制裁监督机构。11个国家同时说要更快速的情况之下采取因应措施其中有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连纽西兰、加拿大、意大利都包含在内。南北韩不断的冲突，军队高度的戒备，金正恩大家在讨论这个德通社的报道，真的会按下核按钮吗？因为北韩有核武那南韩的金大中和平基金会董事成员金相又分析，北韩经济现在太糟了，所以希望借着南韩跟美国打算摧毁北韩，赢得人民的忠诚。所以虽然口出狂言，看起来比较像用外力来团结内部的概念是无法战胜南韩盟友吗？核武仍然是金正恩的王牌，但有没有可能突然意气用事？其实谁也不知道，因为他是相对的不可控的国际领袖人物。南亚呢也不平静，中印之间已经有一段关系，常常不小心小规模的冲突发生。而这一次呢，印度的军队又连续进入第5个冬季有平民帮助，说要不断的用平民去运补资源的武器，这些运载物资的方式送进去这个边际，因为冬天很冷嘛，这个区域要运进去需要更多的民力的帮助。崇山峻岭、高山险峻的，在班公湖地区这里呢，中国大陆说要建立新的基地，专家分析可能就是在因应中印之间冲突的新营地，距离整个边境冲突区大概只有30公里而已避免可能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个地方要作为一个火力攻击的支援跟后备。但是美国的军事网站非常有意思，他把全球的空军排名呢，中国输给印度
哦，中国第7名，印度是第6名。印度空军这么厉害啊？那大家在分析的时候，为什么觉得有点有趣？例如路美的兵器杂志分析的时候，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因为呢，印度的军机是万国造，没有自主研发，就是很多国家都一起参与啊，这个买那个买的，而且一直传出坠机，反映飞行训练跟飞机维护都有出问题的。反而榜单出现在前面是政治正确吗？美国的自娱于人嘛，哦，所以印度也要盖大坝，因为之前是因为中国大陆要盖大坝，他们水资源分配不均，抗议引起了冲突。这一次印度说也要在阿鲁纳恰尔另外一个地方设大坝哦，那这个流域呢，因为叫做西藏雅鲁藏布江哦建造的大坝，接下来还有可能有更多的冲突。那印度担心，如果中国控制上游的所有的水源，他们必须要自己想办法，才会跟这个巴基斯坦这起签署印度河水域的条约。还有南亚中国角色扩大地缘政治分析的影响力分析是这样的哦，中国大陆在南亚地区的经济投资、军事参与都越来越增加，在这个增加的情况之下，不管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这些国家呢，也让西方国家觉得连结越来越深，很难对抗。所以当然接下来转型的南亚跟中国走得近这件事情，就是必须要阻止的咯。亮哥，南北韩刚刚我们谈了一些，但以他现在进一步的这些措施，连宪法都修了，象征的意义。不了，它事实上是一路敌意越来越高啦。那这个短期因素是尹锡悦纵容他的民间团体到平壤撒传单嘛，然后污蔑金正恩，说这个反正就是都用 CD 啦，用国际名牌啦 ，Christine Dior 啊，还有他那个宝贝女儿啦，啊，这个就说你去平壤1个月丢3次。然后南韩国防部就只做个解释，说那个是民间团体，这个我看全世界没有人会相信这种事啦。所以尹锡悦为什么会做这件事，令人难以理解啦啊。那南韩普遍的解释是政治解释啦，说他想要转移他老婆被调查的焦点啊。他老婆金建熙，事实上司法调查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他介入股市收取礼物啊，让人家想起台湾的经验啊。那甚至于国民力量党，就是尹锡悦所属政党，党主席出来公开讲话，说希望金建熙以后不要出现在公众场合，就是大内乱啊。然后接着就发生了这个事啊。那金正恩本来就相当不满嘛，事实上一路他从那个开城工业区那个。韩国企业捐献的那个大楼，不是被金宇镇下令炸掉吗？然后接下来那个金大中那个和平的拱桥、拱形的那个纪念碑也被炸掉，还有金刚山的也拿掉了，都拿掉了啦。那现在是南北连接的那个交通网啊，那这个是南韩银行提供的贷款42亿啊，把它炸掉，自己炸啊。那韩国在对面看。把他的公路炸掉，这样啊，结果也对北韩那个方向开了枪了，对自己的灰烬日期，哎，对，反正不是真的打啦，都是在表达愤怒这样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打不起来啦，因为韩国的那个战争权是在美国的手里啦，美国不可能让他打起来的啦，而且我也不认为金正恩真的有这个打算啦，啊，因为他真的要打首尔，他火箭炮。就有1000支瞄准首尔啊，他也不需要用地面部队啊，也不要导弹。那个事实上会有很大的后果，因为那个很难拦截哦，因为实在是太近了。那谁叫你不迁都了？那个朴槿惠曾经想要迁都，实在没办法，因为那个地方有2000多万人啊，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了啊。那我认为那个印度跟中国的紧张关系，其实它主要要怪自己了。为什么你周边国家跟你关系都这么坏？印度真的是我见过啊，跟周边国家处理关系都非常不好的，这很罕见啊。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不丹、尼泊尔，跟他关系都非常不好。那所以怪不得那些会纷纷去跟中国打交道啊，这是必然的嘛。人家一定找域外国家来制衡你嘛，就是这样啊。印度的空军这么厉害啊，韩民都可以打败中国。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南北韩的敌意不断的在升高当中，很多分析都在担心有没有可能金正恩会按下那个核武的按钮。当然，大家分析起来都是觉得这南北韩是根本打不起来吗？委员，因为应该不会了，不会。但是呢，炸掉这2条铁路是还有政治意义在的，不只是我很生气，我打我的脸给你看了。他打我的脸哦，不是你的脸，他打我的脸给你看。这个，他一个呢，因为韩国你把我们的地图打开来看。韩国跟日本都有一点孤悬于东亚，它跟整个欧亚大陆是没有连接的，它跟西方的世界是要经过一个太平洋的，要再跟欧洲有没有？那是更遥远的。所以因此呢，欧亚大陆的联通对于韩国来讲是还有比日本更好的机会。这为什么日本一强大了之后要吞韩国，要亲中国？因为只有这样子，它才能离开孤悬的海岛的地位啊。可是呢，这2条线呢，一条就是通西伯利亚铁路，就是东线；那一条呢，就是进到中国，可以进到了这个中国的大陆，然后连接中国的铁路跟亚洲连接。这2条线的生命线，对于现在经济很有能力的韩国讲起来是有期待的。这个期待，这也就是韩国的过去几个寻求和平的政治家正在寻找的一个希望，让韩国可以这样子跟整个欧亚大陆去连接。所以呢，当这个关系搞坏的时候，尹锡悦恶搞坏的时候啊，那北韩的做法叫我把你的希望就炸掉了。所以一方面是打自己的脸哦，一方面是让韩国跟整个欧亚大陆的连接的希望彻底的断绝。这个是一个对于韩国未来的命运发展是蛮大的，蛮大。所以，因为它必须要再重建，不是钱的问题，不是铁路铺起来的问题，是这个裂缝能不能弥补起来的问题。那至于印度啊，哎呀，那可精彩了。印度啊，它也很有名的一个就是专门坐飞机，叫做那个斯坦航空啊。斯坦航空在全世界最有名的特点就是它坐的飞机掉下来的比例是最高的。好可怕！它的飞机它是唯一造飞机的，它做到的光辉是战机，光辉战机在基本上是能不用大家就不要用的，那它修的飞机的最大的特点，掉下来是属于常态，不掉啊是属于非常态。所以这个在美国的评比里，居然它的军力是赢过中国吗？你相信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有了，大部分都不是。全球到处都有烽火连天，连中印关系现在也紧张哦。对于印度现在新的基地或者是新的大坝，双方都有所对峙，怎么看？我先讲一下这个杂志啊，这个美国这个杂志，我把它翻译成叫《世界军事航空器指南》哦。我都很怀疑它的主编是印度人的啊，因为你看到这个，你看到它这个里面的排行榜啊，前5名，印度第6嘛，前5名只有。俄罗斯第3，剩下的美国空军、美国海军空军、美国陆空军、美国陆战队空军都比大陆几乎都强2倍啊！就有这种情况。我请大家，你到成都去看一下，就是成飞啊，生产歼20的地方，歼20现在已经1年可以生产100架以上了。现在大陆基本上的话，我跟你讲，这一次的整个演习当中，的那个飞行员125架次当中，那个飞行员在那个辽宁舰上起起落落，拂晓攻击，你就知道要做多完善的准备。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飞行员都不敢上去啊，又怕飞机掉下来，又怕飞机准备不好，又怕这那的。太多就出意外。对，然后印度本身的话呢，印度的飞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道，印度还出口到埃及去，突然发动机不能动了，被美国的隔的遥控就锁住了。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黄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课，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第2小时陪伴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前立委李胜峰，浅秋好，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抗中保台呀，哇，那个学校高中生、高职生很多的家长心惊惊，为什么要填那个所谓意愿单？是不是真的在有特殊的战事啊、各种状况的时候，青年要上战场吗？这个所谓青年服勤同意书，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顾立雄讲了一句话，他说：“相关同意书，我认为啊，可以值得研议来检讨，就废除。”他认为
不需要再有相关同意书的签订，否则容易引起家长的恐慌。不过这个同意书可是教育部在发的，那国防部直接说不要了，结果果然哦，其实刚刚最新消息已经教育部宣布直接废止这个同意书的签订。问题是这些未成年人哦，如果到时候真的有状况，在灾难或者是真的重大的这个战事发生的时候，那到时候再来发同意书吗？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做。那总之，这个教育部的调查意愿，台北市呢已经有一个调查初步的结果。其实有意愿的学生大概不到1成而已。这65所的公私立学校的学生已经填完了，那不到1成的比例愿意去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也跟没有什么人数是差不多的比例啊。例如，当过去看民调数字，赖清德总统2024年总统大选得票是40%啊，或者是执政100日，赖清德的民调数字呢，这个是来自于美丽岛电子报嘛，说信任度58.9，很高很高有70%台湾人反对统一啊，很多民众54%，超过了将近5成5的民众都满意执政表现。那或者是台湾民基金会认为，民调里那数字显示超过70%台湾人反对两岸统一。但为什么又有民调？这个民调叫什么？其实这个不叫民调，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学者他自己在自己观察的结果。他认为多数台湾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防卫意志，有67.8%有些意愿或非常愿意为了台湾保卫而上战场。但是你看看，如果高中职的部分呢，其实填愿意的学生不到1成，这是不是真实的状况呢？南北韩我们看看这样的状况是互相轰炸了起来。很想问那个爱的迫降里面那个密道到底还在不在？好，现在因为炸的是公路跟铁路嘛，北韩直接用大量的这个军火去炸掉了双方的通道。那北韩也同时大官宣布，全国有140多万名青年2天之内一宣布之后就愿意从军帮忙，决心打战场，叫做神圣的战争啊。那台湾跟北韩人口比例差不多，那我们现在是想要筹40万的民力，而北韩现在直接喊一喊140万。那民进党在说美国认知作战是什么？不是在说美国认知作战吗？这个问号为什么？我们这个逻辑是这样讲的啦就是有个幕后的报道说 ，PTT 有账号在操弄认知作战，国安人士又来了，不具名的国安人士在观察跟分析，认为军演期间在利剑2024B 这个演习里头，很多社群都有疑似不明的账号，刻意帮中共宣传说解放军有能力封锁台湾，认知作战辅凿之称。但是过去有谁说过我们可以被封锁，甚至作战的手段就是用封锁呢？美国国务院就严重关切那甚至美国智库也说会重创台湾的经济，因为中国海上封锁台湾还会造成全球的遭殃。那其中包括了货轮航线跟水路通通都一样会受到经济重创。所以这个逻辑说，难道美国也是这样认为，它也是认知作战吗？而在立法院有一场质询到底黑悟空台湾做不做得出来，引起国安局长非常激动，听听他怎么说。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这句话，请问局长认不认同？那我请问一下这个妈祖绕境算不算统战？CH1唱中国话算不算统战？周杰伦的《本草纲目》算不算统战？玩黑神话悟空的呢？这个有争议有些人认为这是文化统战的一环。他们甚至说台湾就是因为没有中国文化深度，才做不出这种东西来。这不是统战，什么叫统战？所以你认为在玩黑悟空的人发表这些言论的，算是统战言论？我讲的是正义讯息，我们不要扩大讲成是电乱玩家，我在指控没有。最后30年那爱奇艺使用者跟抖音使用者算不算统战？请相关中共好，你记得要提醒我们本会的委员国防外交的委员，谢谢。对，要注意治安，谢。就是很意识形态，对不对？动不动就是统战，国安局长的激动在这里那所谓的利剑 C 有没有可能发生呢？之前也是某国安人士先预告的顾立雄说没有接获赖清德总统要出访的消息，因为现在的预测是有可能在赖总统准备出访的时候就会出现 C 吗？那中共军演的万吨海警船对峙1000吨巡防舰，大家担心上次这个亮哥也在节目上我们大家讨论如果他真的登船临检了，你怎么办？把人带走你怎么办？我们的规模差那么多。海巡署长很有自信，他说大不一定好用，
尤其台湾周边的海域很浅滩呐、浅礁啊很多，所以海巡反而迅速、快速用量来应对中共的海警船，非常有自信啊。但是我们来看看一个最新的消息，来自于《金融时报》，因为《金融时报》呢引述又是未具名的国安高层，他说，共军在这一次14号的演习里头，一共规模最大嘛，被说153架次军机、36艘海军船舰啊。可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威胁就是，其实那一天他们还发射了2枚导弹。不过国安人员特别讲，还好啊。这次他们没有向台湾的方向发射，而是进行了飞弹操作，向内陆的方向发射了2枚导弹。他就说那天对台湾的威胁是多么的严重，威胁有多大，压力有多大。亮哥，内陆发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个海巡署署长啊，那你看你那天的表现如何嘛？没有看到人不是啊，那天大陆的海警编队是在4个地方那最大那一艘万吨级的是2901，在花东啊。那请问海巡署派了什么船去？我们的海巡船根本不敢执行驱离任务啊，就在那个地方做监视，一直到6点钟目送欢迎人家回去，就是这样啊。那不要那广播驱离嘛？不，人家他妈5点多就到了。那我们是广播驱离，自己走就说驱离啊，是不是？对，我不知道我们海巡署署长知不知道，就数量来讲，中国大陆的海警船也远远超过我们的海巡船，他到底知不知道啊？我这种达巡无知到这种地步啊，那当然，我也为管碧玲感到无奈了，因为他有这样的海巡署长这无知到这种地步了。中国的海警部队，整个亚洲加美国都输他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海警部队，我们最大只有4000吨，他6000吨以上就35艘还敢讲大话就是有你这种人才会可怕了。那顾立雄那顾立雄也要回答一下，那为什么你的海军司令唐华接受《经济学人》访问？说解放军随时可以封锁台湾也是认知作战。你的海军司令对啊，我的意思是，你的海军司令先抓起来。那顾立雄要不要去反驳一下？还是说你接受海军司令的看法？而且海军司令还说我们没有对岸，所以我们只好克制自己，不要让对方找到借口。他就真的这样讲非常务实啊。是啊，那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回答嘛。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民调是错的啦。因为这个是8月28号的民调啦。这里有好几个民调。不，我说那个美丽岛那个民调。美丽岛的是错的。美丽岛后来到了9月做民调，赖清德暴跌到52.5的确，这个是8月份。对啊，跌了6.4%。是。所以你就知道他从8月到9月这一段就开始引起反感了嘛。跟两岸也有关系，立法院也有关系，都有关系。坦白说了，这个台湾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总统嘛，做了5个月引起2次针对你的军演。蔡英文做了8年2次。蔡英文那个都不是针对他的一次是针对佩洛西都针对美国你赖清德才做5个月，2次军演都针对你个人然后呢？内部也紧绷，外部也紧绷，这种天才这个根本就是总统的能力不适任的表明嘛。你怎么会把内外都搞得那么紧张呢？然后你的底气远远比蔡英文要差。蔡英文是57%当选，你才40%蔡英文立法院过半你才51席结果你比蔡英文还嚣张，那搞到内外紧绷。因为我拿不出解决的方法。对啊，我们昨天看到他写的那个脸书说他在开国安会议然后你怎么去看看10月5号他那个嘴脸在那个国庆晚会演讲的样子这个叫什么？叫前倨后恭所以我跟你讲这种姿态老百姓看多了就知道你抗中保台都玩假的嘛。前倨后恭，前面讲的那么嚣张。到了真的军演的时候，好客气我们要和平。我跟你讲，我昨天还去查国民党的声明跟民众党的声明，都比赖清德要凶。谴责。对啊，
国民党就直接谴责啊。那赖清德呢，低调到不行啊，前倨后恭啊，什么抗中保台，就假货嘛。所以才会《金融时报》说，哇，那个官员出来说，我们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所以才会后来赶快好好讲，我们和平还是需要对话嘛，委员。这样子啊，我是觉得，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啊，一个一个来。首先呢是讲那个海巡署长，讲说我们台湾潜单很多，大的船不一定有用，那干嘛去搞潜艇啊？潜滩那么多潜艇潜下去，不是变化这样的吗？小蜜蜂就好了。不，你想不是这样子吗？那个搞潜艇那是骗人的嘛！今年还要编预算呢，第一艘都还没做出来，连个海试都还没有试，后面的钱就要编。7艘，对啊，这是什么道理嘛？是，对，所以你的官员已经明白告诉你，做潜舰是骗人的嘛，因为台湾海峡很浅嘛。OK， 第二个呢，这唐华的事我们更进一步来讲，讲唐华他在讲这些话，我请问是唐华个人的意见吗？我们从民国38年以来到现在为止，有哪一个现役的国军在职的将领接受外媒的专访？连国内都没有。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讲话是他的意思吗？我问你啊，是不是参谋总长？他就说总长，我可不可以接受这个访问？可以，是吧？参谋总长就问部长，有这个访问要不要接受？那讲什么？我们谈的是这样，绝对是有互稿的，不会说你一个人就是给你鬼扯嘛。所以唐华在国际媒体所信出来的信息，就明白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是无能为力的。不是，这是他。假如是他个人的意思，然后跟整个国家的战略是不一样，那他是不能当的是不是这样子？那他既然当了，讲的到今天都没事，证明这是我们的国防的战略的真相嘛？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所有讲什么会封锁啦，这台湾会被围攻啊，这就是认知作战。那我们的认知作战的大总部就在哪里？就总统府跟国防部嘛，跟国安局嘛。我搞不懂他们到脑筋是想什么。浅滩很多要搞潜舰，是吧？然后呢，同意我们现职的海军司令接受外电访问，告诉你叫蟒蛇战略。这4个字还是他提出来的，真的耶。他不提，我们不讲什么叫要蟒蛇战略的。对，蟒蛇我知道，蟒蛇怎么咬人我也清楚啊。但是呢，把大陆对台湾的战略叫蟒蛇战略，这个定调是谁定的？是个人，那不通嘛。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是混沌、鬼扯、应付，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想到，当人家的实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咱敢出一支嘴去抽啊！我讲了，假如吹牛可以救台湾，台湾一定可以救。第二个，假如说完台湾呢可以保平安，台湾一定平安。第三个就要讲到韩国的事情了，那是一个悲剧呀。韩国今天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成2半？就是国际势力介入的嘛。那2个会不会打起来？我可以讲，当然打不起来。打不起来理由很简单韩国的作战指挥权是消失谁？是美军呢。所以美国同意打，这个才会打嘛。好，那么呢，这个北韩后面有2个大哥，那个大哥是真大哥，不是假大哥第一个大哥是1961年就跟他订立了中朝友好条约。是20年自动延续，20年自动延续，延续到现在是要2041年以前是有效的。这第2条是怎么规定的？任何一方遭受攻击的时候，就像北约一样，任何一方都要全力的去协助啊，包含出兵在内啊。这个时候，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又跟这个谁，跟这个北韩又签署了，等于是一个共同协防条约一样啊。是，所以。这场仗是2个大哥说可以打才可以打，所以这样会不会打起来？是3个大哥说 OK， 我们决定打，那才会打。不世界大战不会吧？所以你看那一个很好玩的，这各自炸才很好玩。这北韩是在自己的地方把铁路炸掉，韩国呢是在自己的非军事区，然后换个炮弹，就要这样。我跟你很生气，我打我一个耳光，你怎么样子？你也很生气，打我一个耳光，然后我们2个要打架。就当作我们都回应了，对，是，因为大哥在后面决定。是，袁老师当我们文化的产业在国安局的国安
局长嘴巴里就是认知作战的时候，连这个到底悟空啊做不出来了，演唱会啊这种，如果是两岸共同的文化，他都要讲这是认知作战的时候，那这什么都是认知作战了。我觉得蔡明燕，我真的很怀疑他到底知不知道黑神话悟空里面，在山西啊，就是山西取的27个景点，就取的景点里面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说句良心话，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徐小新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如果对于文化的深度没有到达一定的单位，因为我自己去过山西啊，我到过太原，去过晋祠啊，我都是非常惊讶，就是说是他们整个在山西地区所保留出来的文化，就是没有特别保留的，反而更是越陈越香啊，那种感觉上，这个的确跟文化。但是拉回来要讲到这个认知作战啊或什么的，他那个逻辑真的是我都听不太懂，你知道吗？就是说，对我听不下去，因为觉得说蔡明燕本身来讲的话呢，这种人要负责国家安全。那个张志龙讲的那个海军史，我觉得更好笑，还大不一定好用。你知道什么叫海警船吗？啊，你知道什么？我跟你讲啊，那个在台湾海峡从那个平潭到这个新竹这边，就号称最近的，准备来往底下挖那个高铁的话呢，就30海里啊。就是30公里深啊，就是最起码都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他们就是搞了一些外行人。但是我觉得啊，真正的重点，因为刚刚都没有讲出来，那个唐华接受《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他里面讲的观点是说，今天的整个局势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能挑衅，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是还没有开始而已啊。就你要赖总统听的吗？你自己拿这个原文出来看，你就知道嘛。那你现在的话，居然说什么顾立雄什么的，说句良心话，你当国防部长第一件事情，唐华枪毙。对不对？你这种事情要破坏军心士气啊！你怎么搞年轻人签的同意书呢？我问了学生的话，我认得的学生，我讲说啊，你们的话呢，要不要当学生0啊？什么10%啊？哪有10%啊？那明明就是送死啊！对不对？你应该讲的话，很多人讲，少数人讲说赖清德儿子先回来，第一个去，那他还可以接受一点。那女生在旁边讥笑啊！女人讥笑，我跟她讲说，那如果改成男的不够，女的一起上战场，哦，不要，统统都不要。为什么不要呢？啊，不能天天洗澡。那这个开什么玩笑嘛？你自己心里要了解到目前为止的发展。你讲这种话，就是说我跟你讲，上个礼拜我们坐在这边，就是礼拜4的时候，我坐在亮哥的隔壁，他还跟我讲说，唐华是最有 gas 的军人了，该讲这种话。不过今天刚好听到我们顺峰兄一解释啊，他是衔命来回答的话呢，我觉得他做这种回答基本上跟国策非常相反。因为我看完了唐华的回答以后，感觉上可能可以在台湾活得安心一点，因为基本上的话有清楚的认知是吗？不是他是海军司令员的，大家知道我们隔的那个海峡是天险，他负责的所有的事情，他难道资讯会？他清楚了，他会比蔡明燕少，他会比顾立雄少吗？他心里非常明白啊，对不对？大家一起去的事情。我怎么觉得听完你们讲，挑衅的是3军统帅。对，所以我听完你们讲，我觉得好像是顾立雄自己讲给赖清德听，我跟你讲，所以就透过我们台湾华的嘴，国际媒体放话。台湾自己就分成2部分了，一个怕死，一个不怕死了，就这样子。怕死是嘴巴不怕死，说而已。不是，我跟你讲，你刚刚讲到顾立雄说什么赖清德没有充访问，底下接下来不清不楚，说以为赖清德要跑掉了。